这是张艺谋迄今为止唯一一部无法公映的电影，因为内容过于大胆，直接被封禁了29年。即使这样，仍有近100万人给他打出9.3的高分，和《霸王别姬》一起被誉为华语电影的巅峰之作。他把底层小人物的悲苦辛酸刻画得淋漓尽致，无论你再怎么铁石心肠，看完他一定都会潸然泪下。故事发生在上世纪40年代，福贵生在一个家财万贯的地主家，游手好闲的他整日沉迷在赌房里。这天，他像往常一样和皮影班主龙二赌博，现钱输光了，福贵就开始赊账。这一阵子账欠了不少，字也练得大有长进。福贵这些天欠的账已经签了厚厚一本。除了赌博，福贵还有一个爱好，那就是对皮影艺术很是在行，可以说是从小耳濡目染，无师自通。一曲结束，引得台下阵阵喝彩。龙二早已和赌房老板串通一气，想要图谋福贵祖上留下来的老宅子。福贵少爷，只要照老样子再输一晚上，您的事儿就成了。你可别算错了。没错，这儿有账。天亮后，福贵意犹未尽地走出赌房，他放着门口的黄包车不坐，却让一个胖女人背着自己回了家。父亲见他回来就破口大骂：畜生，你就这么胡折腾，许下这点家底儿，非得让你折腾光了，就不学点好。我跟谁学好去呀？我就纳闷儿，这3院房怎么就剩这1院了？当年有名的徐大混蛋，不是我。原来父亲年轻时也是出了名的败家子儿，把祖上留的3院房输的只剩1院。福贵回到房间准备倒头大睡，怀孕的妻子哭着求他以后别赌了。家珍说自己什么也不图，就想跟福贵过个安生日子。这戒赌啊，跟戒大烟一样，咔嚓一下，你旗根断了，那就得出人命，咱得慢慢来。福贵嘴上说着会慢慢戒赌，可一觉醒来就又来到赌房。家珍跟着找了过来，让福贵跟他回家，可福贵却觉得很没面子，对着家珍一顿责骂，然后赶他离开。福贵接下来又连输了好几把。这时赌房老板收起了骰子：您的账到头了，您不能再玩了，您都输光了。光了？什么光了？您抵押那房产真和市价都输给龙二了，您是一片瓦1寸地都没剩下。福贵这才明白自己被龙二算计了，可白纸黑字上有他摁的手印。看到家产被自己一笔笔给输掉，福贵后悔莫及，却也为时已晚。龙二立刻换了一副嘴脸，告诉福贵：福贵少爷，您府上那院房连半间都没给您剩下，您千万别怪我狠心，我实在是太喜欢那院房了。龙二说过2天就去交接房产，见他要走，福贵急了，他拉住龙二想要把房产再赢回来，可没有本钱的他此时却成了别人眼里的笑话。我得跟他接着来。福贵少爷，您现在没本了，您拿什么做抵押呢？我拿命跟他来。然而福贵如今输得一无所有，命自然也就不再值钱了。失魂落魄的他踉踉跄跄地走出赌房，却看到家珍抱着女儿一直在门外等他。家珍说自己已经对福贵彻底失望，他决定带着女儿离开徐家。临走时，家珍泪流满面地告诉福贵，如果这次生了儿子，长大后可不能像他这样。看着妻子带着女儿离开的背影，福贵知道自己犯下大罪，他失声痛哭起来。几天后，龙二带人来福贵家清算家产，在众人的见证下，父亲无奈地在房契上摁下手印。他举起拐杖想要教训这个不争气的儿子，结果情绪过于激动，当场就被气死过去。帮父亲简单料理完后事，福贵拉着行李从自家老宅搬了出去。曾经的阔绰少爷，如今却拉低帽檐，成了丧家之犬。为了维持生计，福贵开始上街变卖自家的坛坛罐罐。冬去春来，福贵就这样辛苦地熬过了1年。这天，家珍带着孩子找到福贵的住处，凤霞上街把福贵找了回来。母亲抱着孙子喜笑颜开，看像你不？小家珍，大家珍，起名了吗？起了，叫个不赌，许不赌，再不赌钱了。母亲问孙子真的叫不赌啊？家珍笑着说开玩笑的，他给孩子取名叫有情。家珍和孩子的到来让福贵对生活重新有了希望。他找到龙二想要借钱在镇上开个铺子，此时的2人彻底互换了身份。龙二说自己不赌了，免得日后和福贵一样。在得知福贵是来借钱后，龙二却叹了口气，说自古以来都是救急不救穷。他把仓库里落满灰尘的皮影送给福贵，这钱你得自个儿挣。龙二让福贵找几个帮手搭个班子，也算有个营生。从此福贵就和春生一起走街串巷演起了皮影戏。家珍留在家照顾年迈多病的母亲，日子虽然辛苦，但也过得踏实。很快时间来到了1949年，这天福贵他们像往常一样唱着皮影戏，突然一把尖刀划破幕布。此时的反动派正处于溃败阶段，福贵还没来得及向家里打声招呼，就和春生一起被拉去做了壮丁。福贵惦记着家里的妻儿老小，
就在他和春生计划着怎么逃跑的时候，一个老兵走过来，看出了他们的心思。老全告诉他们别想着逃跑，如果跑了抓回来就得枪毙。晚上他们蜷缩在战壕里瑟瑟发抖，耳边不断传来伤兵的哀嚎声。这时春生从冻死的伤兵身上扒下几件棉衣，还从军官的身上搜到一壶好酒。三人穿上棉衣，紧紧靠在一起。他们一人一口酒，终于熬到了天亮。可此时的阵地里却空无一人。老全说这是解放军要冲锋，大家都跑了。福贵听后提议三人也跟着一起逃跑，可老全却说现在逃跑等会冲锋的时候更危险，很有可能会被子弹误伤，不如老老实实在这等着被俘。解放军优待俘虏，不仅可以回家，还有路费拿，管吃管喝还发光洋，这事我经过过。遇见解放军只要2只手举起来就能保命。福贵和春生举着双手在阵地里瞎转，春生还坐上了心心念念的汽车，开心地打着方向盘。这时福贵把春生喊了过来，原来在一块平地上躺着成千上万被冻死的伤兵，战争的残酷让他们对活着充满奢望。福贵，咱们可得活着回去啊！回去了可得好好活。这时老全拿着昨晚的棉衣找了过来，原来衣服上缝着自己弟弟的名字。就在他们一起寻找老全的弟弟时，老全却不幸被榴弹打中倒了下去。福贵和春生把老全拉回战壕去，也无济于事，老全就这样永远的睡了过去。这时远处传来解放军冲锋的号角声，两人忘了投降，吓得急忙逃跑，结果没跑多远就被解放军团团围住。得知两人是皮影戏班的，战士们就让他们表演一场。春生在幕布前表演皮影，福贵则在后面清唱，战士们听得高兴，就把他们留了下来。后来战争结束，春生参加了解放军去了南方，福贵则背着皮影箱踏上了回家的路。刚到镇上，他就遇到了自己的女儿，可凤霞看到他只是笑却不说话。远处的家珍正背着儿子给住户们送热水，福贵飞奔着跑到家珍面前，我回来了。几年的辛酸瞬间涌上心头，家珍抱着福贵痛哭起来。原来福贵走后没多久，年迈的母亲就离开了人世，他到死也没能见上儿子最后一面。凤霞生了一场大病，高烧了7天7夜，嗓子从此就发不出声音了。看着女儿纯真的笑脸，福贵既心疼又愧疚，他怪自己没能好好照顾妻子和2个孩子。听说福贵回来了，牛镇长上门了解情况，福贵拿出解放军给他开的证明。你给咱们解放军当过民夫啊？也就是拉了大炮，唱唱戏。那也是干革命啊。接着牛镇长告诉福贵，过几天要公审龙二，让他到时候一定要参加受教育。原来龙二住在福贵家祖宅，被定为地主成分，按政策要分了老宅，可龙二不肯，不仅动手打了干部，还一把火把房子给烧了，把那院房给烧了，烧了好几天好几夜。你们家的木头可真好。不对，那不是我们家的木头，那是反革命的木头。哎，是反革命的木头。不得不说，福贵的觉悟是真的高。等到了公审这天，龙二被判了死刑，押往刑场。福贵看到龙二，瞬间被吓出一身冷汗，他惊恐万分地跑回家里。武强，把龙二毙了。把龙二给毙了。福贵感叹，当初如果不是把房子输给了龙二，那现在被枪毙的就是自己。他问家珍他们家被定了什么成分，在得知是平民后，福贵这才松了一口气。福贵让家珍保存好解放军开的证明，说不定关键的时候能救他们的命。家珍急忙从洗衣盆里找出那张证明，两人小心翼翼地把粘在一起的纸揭开。家珍说等干了就用镜框镶起来挂在墙上。转眼时间来到了1958年，全国上下都在响应大炼钢铁的口号。福贵早早就把家里的锅碗瓢盆都准备好了。家珍拿着铁锅问牛镇长，大家都把锅捐了以后还怎么吃饭？牛镇长说镇上已经成立了集体食堂，以后大家就在一起吃大锅饭，到时候鸡鸭鱼肉随便吃。说完，牛镇长问福贵家里还有铁吗？福贵说没有了。结果有庆把福贵的皮影箱子拉了出来，指着上面的铁钉说这儿还有铁。这是铁算什么？哎，你这觉悟就不如你儿子高了。这怎么不是铁？这铁至少可以造2颗子弹。说着就让人把皮影箱给拆了。一旁的家珍看出福贵的不舍，于是他问牛镇长炼钢工地要不要唱戏。福贵也在一旁搭腔，说自己给解放军唱戏的时候，战士们一天就攻下2个山头。他提议让自己给炼铁工人唱皮影加油鼓劲儿。牛镇长听了欣然答应，别拆了，给他们留着吧。福贵这才有惊无险地保住了自己的皮影箱。有庆虽然坑爹，却十分爱护自己的姐姐。当看到别的小孩欺负姐姐时，他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替姐姐出头。可惜他年纪小，打不过对方。这天吃饭时，他故意往碗里加满醋和辣椒，然后站上凳子把面全部倒在对方头上。男孩父亲见状立刻破口大骂，给福贵一家扣上浪费粮食、破坏大跃进的帽子。福贵见状急忙训斥儿子给对方道歉，可有庆却怎么也不肯认错，气得福贵脱下鞋子狠狠揍了他一顿。回到家，福贵埋怨家珍平时惯坏了儿子，那家孩子欺负凤霞，有庆还不是去护着他姐啊？
得知真相的福贵后悔刚刚打了儿子，他问有庆还疼不疼，结果却被有庆一把推开。晚上福贵在炼钢工地唱皮影戏，有庆赌气怎么也不肯去。为了修复父子俩的关系，家珍给有庆出了个主意，让他给福贵送一碗加上醋和辣椒的茶。有庆一听就乐了，随即就调制了一大碗。福贵喝了一口，直接喷在了幕布上，引得台下哄堂大笑。有庆和家珍也跟着笑了起来，父子俩的关系就这样和好如初。经过大家几个日夜不停的奋斗，钢铁终于被炼了出来。牛镇长准备带着铁块去县上报喜，大家都立功了。福贵家珍，你们又唱戏又送水，也立功了。牛镇长说食堂里准备了饺子，让大家敞开了吃。福贵和家珍从食堂里端回饺子，有庆和凤霞还在屋里呼呼大睡。炼钢这几天姐弟俩都没睡好过。这时门外几个小孩来找有庆，原来是区长要来学校检查，老师让孩子们去学校表演炼钢节目。家珍心疼儿子，想让有庆在家里睡觉，可福贵却担心被人批评说他们家落后，于是叫醒熟睡中的有庆送他去学校。家珍给儿子装了一饭盒他最爱吃的饺子，福贵背着有庆往学校走去。他叮嘱儿子到学校把饺子用开水泡热了再吃，吃凉饺子的话肚子会疼。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会是父子俩最后一次相见。晚上福贵照常在工地唱着皮影戏，突然一群人抬着有庆冲了进来。原来区长开车天黑了才赶到学校，倒车时不小心把学校的院墙给撞倒了，而有庆正躺在院墙后面睡觉，半院墙的砖直接砸在他的身上，当时就没了气息。福贵瘫软的跪倒在儿子面前，他声嘶力竭的喊着有庆，爹来了，给爹吭一声有庆，有庆叫爹，有庆。这时家珍也闻讯赶了过来，牛镇长担心他看到儿子的尸体会经受不住打击，于是让人把家珍拦住，然后迅速将有庆的尸体给抬走了。可怜的家珍连儿子的最后一面也没能见到。福贵把有庆埋在了山坡上，家珍给有庆准备了他最爱吃的饺子，和饭盒里没来得及吃的饺子摆在一起。家珍后悔当初没能拦住福贵，如果不让儿子去学校，是不是悲剧就不会发生？福贵在一旁哭得泣不成声。这时区长来到坟前祭拜，福贵怎么也想不到，撞死儿子的竟是曾经的好兄弟春生。我儿子是你撞死的？怎么会是你的儿子？我就一个儿子，春生，我就一个儿子，你知道我就一个儿子，还让你给撞死了。你开什么车？你开的什么车？春生知道自己无颜面对福贵，他拿出200块钱，希望能帮有庆做些什么。家珍一把夺过钱，狠狠摔在地上。谁要你的钱？你还我儿子！你还我儿子！有钱是你害死的，你欠我们家一条命，你记着。春生默默记下了家珍的话。回去的时候，春生的车被凤霞砸了个大窟窿，司机拉着凤霞准备教训他。你放开他，放开他，他还得砸，你正着打，这玻璃都打坏了，这车你还坐不坐了？不坐了。春生一路走着回到了城里，此后他便再也没有碰过汽车。时间很快来到了60年代，家家户户都在破四旧，福贵的皮影最终还是没能保住。此时凤霞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，牛镇长托关系在城里给他介绍了门亲事，对方名叫万二喜，祖上3代都是工人，不过他也有点小毛病，就是腿有点瘸。二喜和凤霞简单见了一面就匆匆离开，临走时还在院子里打量了一番。福贵以为对方是嫌弃自己的家庭条件，便对这门亲事没抱太大希望。结果第2天，二喜就带了一大帮工人来到福贵家里，邻居找到福贵，让他赶紧回家看看，说一大帮人正在拆他们家呢，领头的是个瘸子。瘸子？那就是万二喜啊，他看不上咱凤霞，也不能拆他房啊。夫妻俩急忙赶回家，却发现二喜正和凤霞在一起粉刷墙壁。原来二喜看到福贵家太过老旧，于是找来同事帮忙翻新了一下房子。见二喜踏实能干，老两口十分满意。家珍说凤霞从小就命苦，如果二喜不做难的话，娶凤霞那天就多叫些人热闹热闹，也让凤霞跟着高兴高兴。二喜听后满口答应。很快二喜就跟凤霞举行了婚礼。结婚当天，迎亲的队伍把大街围得水泄不通。等老两口送走了女儿，回到家中，发现春生也来祝贺了。家珍对儿子的死一直耿耿于怀，过了这么多年，他仍不肯原谅春生。春生见状，只好失落的离开。几个月后，二喜带着凤霞回娘家，他从食堂打了满满好几盒饭菜，原来是凤霞怀孕了。老两口得知这个好消息，也都喜出望外。二喜还告诉福贵，春生现在被打成了老幼。福贵庆幸这些年都没好好跟他来往。结果当天晚上，春生就来到福贵家里。有庆的事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。春生将自己所有的积蓄交给福贵，这事了了，我就踏实了，我这辈子就不欠什么了。福贵看出不对劲，忙问他怎么了。原来春生的老婆昨天自杀了，
他也不想活了。你可别想不开啊，春生，咱俩可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，活下来不容易，你知道吧？家珍在屋里听得真切，她可怜春生的遭遇，于是起身打开门让春生进来说话。春生知道家珍这是原谅他了，为了不连累他们，春生转身快步离去。家珍想让春生好好活着，于是在后面大喊：春生，你记着，你还欠我们家一条命呢，你得好好活着。很快到了凤霞生产这天，看到医院里都是年轻的护士，家珍很是不安。她让二喜想想办法，看能不能找一个有经验的大夫。二喜找了个借口，把正在游行的妇产科王大夫带到了医院。福贵一打听才知道王大夫已经3天没吃饭了，于是他上街买回一袋馒头，王大夫立刻就狼吞虎咽起来。这时产房里传来好消息，凤霞生下了一个男孩。二喜知道自己有了儿子，开心不已。就在大家沉浸在喜悦中时，产房里突然传来噩耗，凤霞产后大出血，怎么也止不住。年轻的护士一个个手忙脚乱，不知所措。二喜急忙去找王大夫，却发现7个馒头被他全部吃光，人也被撑得失去意识。最后凤霞因失血过多离开了人世。家珍抱着女儿嚎啕大哭。很快外孙也长大了，一家人来到坟前祭拜凤霞和有庆。家珍给有庆准备了他最爱吃的饺子，把外孙从小到大的照片拿给凤霞看。福贵常常在想，如果那天不让有庆去学校就好了，如果那天少买几个馒头就好了。可生活中却没有如果。影片的结尾没有像小说那样悲惨，正如原著里说的那样，人活着为的就是活着本身，而不是为了任何其他的东西。只有好好活着生活，才有无限的可能。馒头长大就不骑了，就坐火车、坐飞机，那时候啊，日子就越来越好。